慢跑被你拉成间歇。我一回头你过来，哎，我就转过来直接跟过去。哪知道最快配速到3分30次，3分30多啊，太棒了！你们看黑马的速度能力，加油加油！我跑不够15。哎，大家伙早喽！7月12号星期六，又是周六早晨，平田先生的早训也一起跑配速跑。也没说配速，也没说距离，但是我估计15到20，配速4分多。这天太热了，我到现在整整3公里热身，就已经是汗已经会滴到眼镜上了。然后我们就把这水往这儿一放，然后一会儿过来的时候，一拿的时候是挺方便的，然后但是往回搁的时候就得停一下。今天约的昨天见面的那位黑马大神。说也要一起5点45去个卫生间。今天大家分享个什么呢？今天分享个，就如果没睡好还能不能跑强度？其实这个结论啊，先说结论，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所谓，只要就是你是身体健康的，确定没有任何的隐患，你偶尔1次2次，甚至说我这一周特忙没睡好，问题也不大。我昨天就没睡好，昨天深度睡眠特别短，然后今天早上起来那个心率变异性特别低，就低于正常的水平，会觉得比较累。但是其实这种你这么热的天一出汗一顶，不出意外也就顶过去了，是不是？而且到夏天了，你说有时就是你开空调冷，不开空调热，睡眠会稍微的差一些。哎，看见兄弟了，早，我今天又另外一个颜色，哦，太漂亮。这个是今年新款的背心，然后印的这个颜色，1周前刚发的。哦，1周前刚发的，太棒了！我去卫生间，一会儿见。他没有穿过这2年 Nike 的背心的新材料，我之前还穿的就是第1代那个有洞洞那一代，就是好像在北京当时发了一款粉色。那年北京半马，我跑了个1小时多少来着？1小时20多好像，那时候觉得自己可快了，因为在那奥体那下地铁里都还没有选手呢，还有工作人员过来问这是没跑啊还是跑完了，然后我说跑完了，然后回去特高兴，就去买了件背心，然后在三里屯，当时我记得那天中午跟家属吃的三里屯那个柴氏牛肉面，哎，我觉得就那么回事儿，还挺咸的，去卫生间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远处白色上衣那位先生，刚才田中先生跟我介绍说2小时32，小伙伴们2小时32，然后聊2句说今天膝盖有点不舒服，跟我们一起跑2小时32国1了，太厉害了。刚才一开始说4分15，后来又说要不然我们4分吧。我这季节跑4分会有点累的啊。哎，走。那田中先生说，反正我们从4分试试看。几点上班？10点赶到大厅。有点紧张。刚才第1公里3分57，大家看看国1的小伙。有前面这位，
逗。我们今天带的特别快，但是天天是累的。我跟他说，我说这样就2小时40，这2小时40不知道怎么跑的。看看，哎呀咦！走，加油！我一拿相机，心率183。紧接着这是一小上坡，都顶不住了，我也顶不住了。上1公里3分42，还到，还到，还到一路外上。太棒了！你们看黑马的速度能力，加油加油！我还有1公里。
我跑不够15。到了，最后1公里，326，他们应该没到15，因为有3个折返，都是他们在这儿用这冰来着，我就直接过去了。哎，我的水呢？就这，你一步不差，绕喷水池到这儿差不多15。这最后这一喷水池可煎熬了。怎么样？来，就最后一，太酸，再次，对，跑了多少14.5， 14.5。跑500，因为我提前掉头了。最后太快了。我好久没跑，我们好久没跑马拉松专场 M 配速。今天带的快。对。今天计划要是4分，就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我这说还听不懂，新的小伙成能力太强了。对，是。人家不使劲。nice。我们今天本来的上限也是4分。哎，就你们黑马的课是吗？多少公里呢？20，对，20公里，跟这差不多。但我们周二跑了个315的2公里啊，跑3组，然后是1.2、1.2、800、400。315，我跑不了315。你好，从哪儿来？北京来？你好，我那个从浙江来。浙江来？对，刚才慢跑被你拉成间歇，我一回头你过来，哎，我就转过来直接跟过去，哪知道最快配速到3分34。3分30多啊，好快啊！结束了今天。我们到8月3号是一个5公里的测试，所以最近呢都在练速度，都在练速度啊。然后这个速度就没怎么跑，要么快要么慢，就不跑这个速度。这个对，这样对。哎，大神骑车回家了。会不会几点开始跑？已经跑完了。几点开始的？5点45。5点45。对，差不多时间了。来自see 这个跑坡，全马非常有帮助。对，这个非常好。对，不高不低。对，有感觉。别不，我待会儿跟你一起走啊。可以。去接点水。哎，7月12号训练结束，今天最后一个训练日，周6，大家一起跑强度。先跟大家汇报一下这15公里的成绩，然后咱们再简单聊两句。15公里平均配速3分50，整体是一直在提升，平均心率169，最大187，还可以。然后爬升一共是50米。今天佳明给的训练效果是有氧效果5.0，无氧效果没有，实际等效跑量是24公里。然后我们看看单圈数据，第1公里3分57起步，然后4分05、3分59、3分56、3分53、3分59、3分52、3分49、3分45、3分50。然后第11公里开始3分49、3分49、3分42。14公里3分32，15公里3分26，可以。就是中间那几公里，那位232的大神和田中先生一起，我们跑得特别快，然后给后边的小伙伴就带的有点顶。所以就是您要没睡好不重要，但是如果您要特年轻，比方说24、25岁，可能如果没睡好，稍微的控一控，因为越年轻其实对睡眠的要求越高。到我这岁数，基本上跟那位黑马我们俩同龄，就聊，就说确实睡得会越来越差。
但是对睡眠的要求也就越来越低。至于心律变异性这个事情呢，我是这么看，如果你没有任何不舒服，就不用去管它，它可能会是个小警示，比方说告诉你说，哎，好像身体状态不好，一个蚊子落在了我的摄像机上，它在动，它在吸血，但是它可能不知道这是摄像机。我看它那个，我觉得，比方说你要真病了，比方说今天你起来，你一看，哟，我感冒了，或者说我发烧了，你一看它这个数低，那它就验证你确实是生病了，也仅此而已。我觉得它没有一个，它不是一个金标准，对吧？我是这么看这个事儿，就是重视，但是不把它当成一个心理负担。我觉得什么指标都是这样，包括说，深睡的时长啊，或者是说你一共睡了多长时间呀，睡眠的心率啊，这些它都是参考，就是不要让这些数据绑架你。然后至于说手表的统计，我还没有试过佳明的睡眠，就这1-2年，我就是苹果 Apple Watch Ultra 和高驰的Pace Pro， 我觉得这2个的睡眠监控系统有一些区别。苹果这边的睡眠监控系统会稍微的和高驰会稍微敏感一些，所以我刚开始用高驰，我会发现，哎，我半夜怎么给我记了那么多的，就是我短暂的清醒，但是其实没有。对，高驰会稍微的敏感一些，不知道最近有没有调整，对吧？我最近看好像有没有一开始那么，一开始我刚用高驰记睡眠的时候，全都是那种小的清醒，然后深睡也比较低，然后后来好像稍微的就把这敏感度调低了一些，这个是我的经验。所以这些设备都是你最好就是同一个设备自己跟自己去比较，而不是自己跟别人比较。尤其是像心律变异性这东西，心律变异性这东西其实是很个性化的一个数据，就是很多人是不一样的，有的人可能总是70-80，然后有的人总是30-40，我基本上就是正常情况下是40多，然后今天起来是31，然后就会告诉我比平常低，也就是这样。那这个时候一般怎么办？就我是怎么处理呢？我不管它，就像一开始我说似的，我一般越是这样的时候，我今天如果没有身体上的不适，我可能会安排一个小的强度，不管是自己冲几组，还是像正好赶上了今天这种，我顶过去就特别好。如果顶不过去，你感觉你就陷进去了。这有时候你说你这个科学吗？不科学，这是个唯心的东西。但是马拉松就是这样，我觉得马拉松生活其实挺苦的，你必须得有一些适合自己的心理上的刺激，就对自己啊，我老说自己对付自己，自己训练自己，自己做自己的教练。对普通人来说，很大一部分时候就是想办法说服自己说，你去练，然后你没事儿，你能行，你可以，你能顶下来。就像今天最后这几公里也一样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那位黑马的小伙伴跟我讲，他小的时候就爆发力特别好，确实真的不一样。他就跟田中先生一样，其实最后那一点的时候，就我还能有劲儿，但是呢，我就跑不了那么快了，所以就是人跟人之间看到差距。如果我有那个绝对速度的话，那我还能再快一点。今天回来我后来还碰到一位朋友，我们3个人一起就聊，就说绝对速度这个事儿是能让你的天花板再往上一点，但是呢，有的时候爆发力呢又是马拉松的反向的一个带引号的负担，就是你的爆发力越好，可能有的时候耐力呢就人没有这2头都占，所以就是各自找到自己的薄弱点，找到自己那个短板，去尽量的练一练。就像我说，我的步幅、我的力量、我的灵活性、我的跑步的动态，这些我也在下功夫。但是我说的那下功夫，不是我去模仿别人说我高抬腿或者怎么样，而是我通过训练、通过积累，慢慢的去改变。就像那天家主给我拍那一段，我确实没有故意的摆造型，就是正常跑，而且跑得不快，3分50多，对不对？跑得不快，没有今天快，但是看上去确实是有一些变化。那行，那就这么着，不跟大家多说了。很辛苦的4天的训练，从一个周3的强度开始，到一个周6的强度结束。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今天下午直播间再见，好吗？那咱们下回再见。